这一辈子一定要出国留学，moral 都是考出来的。那所以你没有 moral。他列出他全部曾经在 Europe 旅行过的 classic like Instagram highlight。 Yes 我觉得大部分是为了要满足父母对我的期待吧。父母并没有任何让我出国念书的想法，只要我能去英国念书，就会有很好的前途。对，就是因为你要，然后所以就准备这一笔钱。对 It's not that easy to make friends with people from another country. 呀，而且如果你在这里打工的话，你1个小时工钱甚至可以买一张机票啊。对，他们有没有来英国留学都是有能力去旅行的。对，所以欢迎收看椰浆饭饭炸鱼薯条。我是静怡，一个很爱思考人生的00后。我是燕妮，一个被逼思考人生的00后。Before 我们 start， 我们来解释一下我们的名字为什么叫椰浆饭拌炸鱼薯条。所以你们也知道椰浆饭就是对 Malaysia 的 national dish，and then 炸鱼薯条 fish and chips 就是 UK 的 national dish， 所以我觉得蛮代表我们的吧，因为我们是马来西亚人，然后我们又在英国念书，现在在这边工作，然后我们又很喜欢吃东西吃美食，所以我觉得这个很能代表我们，所以就有这样的名字。可是我不懂它拌起来是什么味道。我们没有真正试过，maybe we should do it。下一集我们就对，我们去哪里找那些了嘛？自己煮哦。OK 哦，我觉得不会差太远的吧，因为就是好像你有炸鸡，可是你把炸鸡换成鱼。哦 ，true 哦。So OK， 下一集吧。那介绍完了我们 podcast 的名字，我觉得可以 relate 到我们今天的主题。我们今天需要想来讨论一下出国留学到底有没有别人想象中那么的美好。对，那其实有一个小故事，为什么我会想到这个主题，然后叫妍妮也一起分享的原因，是因为有一天我在一个朋友的 Instagram Story， 他的 Q&A 上面就看到有人问他说，哦，你喜欢你出国留学的经验吗？然后他的回答就是说他非常的喜欢，然后主要就包括说他很多机会认识朋友，然后出国旅行，他列出他全部曾经在 Europe 旅行过的 classic like Instagram highlight。 Yes 对，然后我看到的时候我就觉得说某程度上我赞同，可是有很大部分的我觉得它是一种滤镜吧，你觉得嘞？就是我觉得是主要是人们没有分享他们不开心的那一面，或者没那么光鲜亮丽的那一面。对，而且我觉得不一样的背景的人出国留学的体验也会非常不同的。对。所以今天我们就要以我们的角度，我们曾经出国留学的角度来跟你分享，到底出国留学真实的想法跟真实的经历是什么？到底就是希望可以让现在有想要出国留学的大家，或者是曾经有留学想法但是没有这个机会的人，或甚至是你已经出国留学了，然后你想要听听看我们的经历到底跟你的经历有什么差别，还是我觉得都是很值得听下去的。你那时候是为什么决定要来英国留学？其实我现在想回去，我非常真实的想法是因为我觉得大部分是为了要满足父母对我的期待吧，因为你懂，长辈每次都会讲，哎呀，你这样聪明，怎么不要出国读书？你有很多机会，在马来西亚没有机会的啦，就是这种对于出国留学的一种不真实的对期待，然后我就是想要满足他们的期待而出国留学。那你呢？可是为什么会是英国？那时候有特别？因为我之前有在英国过1年，因为我妈妈工作的关系，所以我觉得英国就是在我就是其他国家里面最优先的一个选择，因为我对于这个国家比较有熟悉感。对，确实，我觉得那时候是讲很真实的原因，其实是因为它不是有一个原因让我 positively 的向往去英国念书，因为我觉得在高中毕业的时候，我的父母并没有任何让我出国念书的想法。
哦，真的吗？对，跟你有点不同，因为我的我觉得我是在一个蛮平庸的家庭长大，然后我的父母并没有那一种你一定要出国留学的这种想才是法，成功，才对是一对个厉对，害的。所以他们 instill 给我的 mindset 就是 that's for the richer people，you know。哦，而且那时候就有一种，我的父母会觉得，哦，如果你是一个比较聪明、比较厉害读书的人，你应该留在国内，like get all the scholarships that you can，and not spend so much money to study。我记得那时候我觉得我真的让我想要去英国念书的原因，是因为我那时候很天真的以为，只要我能去英国念书，就会有很好的前途，like in the way where 我可以在这边找一份工作，然后赚很多钱。对，那是我很 six。对很纯真的一个想法，其实没有太多因为 education 的关系。对 ，but as to why UK，我觉得是因为我的高中几乎每个人都对，几乎每一个人都在 UK。呀都来 UK，so 我那时候 this is the only thing I know，like nobody was there to teach me anything or give me other experiences，and hence 我就选了英国。那时候是这样子。看来我们选择出国留学的原因其实差蛮远的。对。但是有各种原因都好，我觉得我们现在来分享一下我们的背景吧。对，我觉得我们的观点都是出自于同样是比较humble 的 finance background，comfortable。对，我们家里的经济情况都是舒服，绝对不是 rich， 呀，也不会讲要烦恼，下一餐要吃什么，就是有那个经济基础，对， to 让我们出国留学。就简单来说，我觉得就是不是有这个多余钱让你出国念书这样子，对，就是因为你要，然后所以就准备这一笔钱，对。所以我们两个都是 transfer 过来 UK 读书的，所以我们其实有 spend 1到2年的时间在 Malaysia 的 uni 读，所以我觉得我们也可以从这个出发点来比较一下，对，出国留学的好处还是经历。讲到大部分人，不管是朋友、长辈对出国念书的这个 misconception， 对，我觉得有3大类吧。就好像我刚刚之前说过的一个小故事，我觉得第一个就是他们会觉得来英国就会有很多的朋友，见识广阔，你可以认识很多不一样的人呀。我 dad 就会讲有钱人 whatever connection 的人，就是这样。我爸爸就会讲啊，那些很聪明的人啊，你以后要跟他做生意还是什么？对啊，就是这种很connection typical。呀，然后第二就是更高的教育水平。You know, very typically people say West is best. 英国 is known for their education。我们所学的 A level、O level 都是英国，对，传自英国，对，我觉得这个是很多人对在英国留学的一个 misconception， 一个看法吧。看法就是一个 perspective， 觉得会有，对。然后最后一个，也就是最多同龄人关注、羡慕的，对，就是可以去旅行，对。好像每个月都在旅行。对啊，我真的听过有人跟我这样讲，而且是在 Europe 旅行，就是很多人向往的一个地方，因为它离 Malaysia、Asia 很远。很远，对，而且这样远你一时也去不了那么多国家。对，我觉得这3个就是很多人对英国留学生的憧憬、幻想、美貌、光鲜亮丽。第一点是交友广阔这个点，你觉得嘞？你自己的体验？我觉得对于我来讲，我确实来了英国过后，我认识到更多朋友。可是我认识的朋友其实很多局限于马来西亚人，因为我的 course transfer， 所以我是跟同学一起过来。而且你的 uni 本来就是很多 Nottingham Uni 本来就是很多 Malaysian 在 UK， 所以对于交友更多我是认同的。可是
反而他们的类型其实都是 Malaysian， 所以我其实也没有认识到更多不一样背景的人，但是我确实是认识到更多朋友，所以这一点我是认同的。How about you？我觉得我没有认同或者不认同吧。I agree that 在英国念书，就是当你离开一个你很熟悉的地方，你一定是 exposed to people from different background, different country, culturally also very different. 对，你可以交到这一些朋友，可是每个人对朋友的定义不一样嘛，对不对？所以我觉得 yes, you can meet people like that, but 能不能真的变成 good friends or like lifelong friends, I think is a different story. 就是我自己的体验来讲是，我 transfer 去的那间学校，它是有 Malaysian, but not as many as you, and my course is like 也没有很多 Malaysian 在那一边。So, 我在 uni 最 close 的朋友，一个他是越南人，然后另外一个他是 Indonesian。我觉得我们是 close 的，是好朋友。我也是觉得可以在他们身上学习到很多东西。可是in the back of my mind， 我每次会觉得这个友情是短暂的。对，因为我觉得在英国或者在外国的话，你的生活是很 unexpected 的。你毕业了，你不知道你会不会找到工作，就算你在这边找工作，你不懂是哪一个城市。我觉得甚至还有可能回去马来西亚，对，回去他自己的国家。Yeah, and how am I gonna meet them again? Yeah. 所以当我有这个想法的时候，我就觉得，它是一个很 confusing 的 feeling。你就不想要浪费你的精力在深交？也不是讲浪费，只是很奇怪的这种感觉，就是我跟你这样 close 了 then like 可是you're not here for the rest of my life, you know? And it's not because by choice， 只是你没有能力，不可能你飞过来我的 country 这样子 you know？ 所以我觉得 yes, I agree that 你可以遇到更多不同的人，可是能不能有深交的朋友，我觉得它不是 dependent on whether 你是不是在英国留学，你在 Malaysia 也好，你在英国也好，都可以认识到很好的朋友。然后另外一个我想要补充的点，也就是其实这个是也取决于你自己到底要不要踏出那一步去认识新朋友。比如说，如果你是 I 人，你就觉得你想要一整天待在家，那你在英国还是在马来西亚，你还是交不到朋友。对，所以我是觉得这还是很取决于你自己内心到底要不要想踏出那一步，或者甚至是你到底你是不是一个，我觉得到底你需不需要这一个体验？对，就好像对我来讲，我觉得有一些认识的朋友，他们会在大学的时候希望疯狂一回，你懂吗？就是懂的都懂。对，可能就是想要疯狂的去尝试不一样的学生生活 ，especially like you know student clubs are very common here. Drinking culture is such a big thing here. 他们想要摆脱这个他们以前在马来西亚的一种对束缚感。对，所以他们会 driven to 认识更多朋友。可是这个不一定是每一个人想要过的留学生活，不一定每个人想要每天去 clubbing 去 drinking。Yeah, and I personally think that it's not that easy to make friends with people from another country, especially especially 我最大的 example 就是locals。我东西方是非常的不同的，非常非常。对，我有一个 conclusion， 就是我觉得其实当地的学生或者是西方国家的学生是非常的 nice. They are very friendly, extremely friendly, but they might not be inclusive. 那个是我觉得的一个 conclusion。他们的 friendly 可以 come from is their nature and 他们的那个叫什么那个 mood。对， they are just built that way. So 他们是可以来今天在 library meet 你，就问你今天晚上要不要like come over my house party with my housemates. But then 你去不去，他是没有 responsible whether 你有没有 have fun 的，他就是叫你去吧。So this is what I mean by they are friendly, but they might not be inclusive. Because for 我们 especially Malaysians, when 我们交到一个朋友来，就是我们会照顾他，我们会确保他是舒服的，至少是我们认同在我们的。所以我觉得就要看你是一个怎样的人。But 来英国留学绝对是有那一个机会让你去 explore different
ways or different types of friends that you want to make in your life. 就是要看你有没有好好利用这个机会而已。对对 And honestly, 如果你是跟一群朋友来这边留学 right? 当然是好玩啊，你跟你的 best friend 每天都 like 去旅 sleep 行 over, you know? Yeah, sleep over Yeah. 旅行，一起读书，一起去 library。Yeah. So if this is your definition of 交很多朋友 then good for you. Yeah. Then 你就要懂你要选什么 uni 跟谁一起来。对，那既然我们刚刚讲到钱跟旅游这件事情跟对朋友，你觉得这个东西 hold true 吗？我觉得 coming from 我们的家庭背景，其实我觉得是 true 的，就是我们还有这一点点的能力去 travel Europe， 去各个不一样的国家，而且我们有打工。我才刚刚讲，我绝对是就是有打工的来，不完全是靠父母的。但是我觉得真的出国机会真的多很多，因为 a flight to Europe can be very cheap. It's cheaper than a very flight cheap. to maybe Singapore, like KL to Singapore. Yeah. It's that kind of cheap. 呀，所以而且如果你在这里打工的话，你1个小时工钱甚至可以买一张机票啊。对对 So- 对，因为1个小时的时薪可能看年龄，可是会在8到10磅。But if you can go double and triple for 他 when 他 work overtime or on holidays, bank holidays，就是这样子，慢慢的是很容易存到一个 trip 的，因为一个 trip 大概的 cost 就是400-500对 pound。如果你是 put 跟 aside 朋友 Switzerland and and Norway or yeah like 来那 that。种贵的，but like 普遍上我们人懂的国家 ，Spain 啊、Portugal 啊，甚至 Italy， 就是其实它的 cost 都不会很高，尤其是如果你跟一群朋友一起出去，你 split 那个 cost 的话，其实真的不高。所以其实这点我是同意的，你有更多我同意，出国的如果机会你的对是有出国旅行的机会，我觉得 this situation is given that 你的 family 可以 sustain 你的学费 rent 跟你的基本开销，生活开销，对然后你打有多工，对余的钱你打工，然后那一份钱是足够让你一年可能旅行个2-3次吧，对是可以的。可是我觉得，有些人就是人吧，都会把最好的一面放在 social media。对 ，exactly。所以我觉得，好像我看到的一些人在 social media，他们就是每1个月都在 post 自己去旅行，对，他们都是英国留学的。我觉得，他给人家一种很会有错误的幻想。对，因为你有没有思考过，可能以他们的家庭背景跟经济能力，他们有没有来英国留学，都是有能力去旅行的。对，所以这个跟他有没有出国留学是没有直接的关联的，对，他只是顺便来旅行，就这样子。所以我也不能讲赞不赞同这一点吧，只是跟你分享我们自己的。但是就是平庸的家庭确实是有机会对去对，所以你要知道你自己的一个情况吧，不能说只要我有能力来这里，我就一定有能力去旅行。不然如果你有这样子的想法，你一来到这里，然后你的经济能力可能没有那么好的时候，是跟不是就挫败感，会有落差感，还有那个挫败感。对，这里就要讲到我的一个很心酸的小故事，也不是心酸，就是我在高中的朋友圈，然后他们很多都来英国，然后那个时候就是我记得我是在一个韩国餐厅打工，就是在那种厨房里面洗碗然后煮饭的，是非常累的工，就是苦工，对，真的是苦工，体力工，对，然后 I mean it's not the 最苦的工 in the world, please don't come at me for this, but 就是你用你的时间跟精力去换金钱 basic pay。然后我记得那时候是All England 的一个球赛在发生着，然后我自己也是蛮想去看的，那时候我就觉得我真的很想去享受这种东西嘛，对不对？那我记得那时候我那天晚上做工作到10点，然后我在厕所里面，我的手那时候已经发炎那些，因为洗碗洗太久了，我就看着我的手又很痛，我就哭哦。因为那时候我觉得说，为什么我来英国的 life 是这样子的？就是为什么我所看到的，对，不是我想象中的，对，而且对，尤其是我觉得我已经很努力了啊，那我打工来，而
而且我又选便宜的 accommodation，我已经尽力活出最 basic 的生活 ，but I still can't achieve 那种 life。我那时候就会有一种落差感，我就觉得为什么别人来英国的生活跟我来英国的生活那么的不同？可是过了一天，当然就是调试，就是调试回来，你是调试回你的心情。对，but 如果我觉得当你不懂，当你有一种很 expectations that is unrealistic， 对，就会一直有这样子的挫败感，然后你就会觉得 this place sucks and all of that。所以你是重点也是你要懂你为什么要来这里的原因吧？就对，你不要只是相信你在 social media 上面看到的东西。对。对 They always say they put their best on the social media and don't compare their best to your normal or even your worst. 所以讲到旅行，你觉得可以？你觉得你目前如果你的 top one trip 是什么？ Top one 你啊，去过蛮多地方了吧？对，去过蛮多地方，但是我觉得 top three 吧，top one OK 有 OK 点 OK，难。来第第一个是就是我们一起去的 Nice Nice 的那个trip，在南法法。然后第二个是 Spain 吧，我觉得 Spain 这个哦国家真的是是的 food 那个地方。哦，然后 not to mention 我 third one 是我的滑雪 trip，因为我从来没有滑过雪，然后 OK，所以那个是一次的经验真的 experience 啦。 experience 真的，我觉得这也是我其中一个出国留学最感激的地方，就是 get to see different side of the world。我觉得可能我的 top one 应该是 Barcelona 吧。Spain。although 我那个时候，我觉得 I could have experienced it better if I met you earlier 。But 他每次就是like it could have been better, it could have been better, but then 你要想那是就 best 嘛。What if 如果你跟我去，其实你可能也不会欣赏巴塞罗那那么多。可能啊 I mean regardless I still really enjoyed the trip because 第一我很喜欢美的建筑物，然后我很喜欢食物海鲜，所以那个地方的食物非常的惊艳我。还有很好喝的 sangria。Yeah. And then next would probably be Nice。那个天气是我喜欢的，天气那个地方。你确定你喜欢？你太阳晒到。Well, compared to 那个 Capri Island, Fine. you know, Nice is still okay. But 他在那时候还又 complain 说很晒。Cause I'm like, no 不晒 ，like just enjoy。因为我的皮肤白，我不想让它变黑掉。你变配了还是 Natalie 啊 Yeah, but in comparison Anyway, to yeah. Capri Island, I think Nice was good. 所以我觉得 So from 我们两个总结，我觉得 Spain is a must go. Yes, Spain and actually 南法。Yeah. 南法。 But 如果你只能去一个地方 ，Spain， Spain，yeah。我会讲是 Spain。Yeah。对。好玩归好玩，我们言归正传，出国留学嘛，我们就是要来读书的，讲一些实际一点的，实际一点的读书。那你觉得父母最关注的一个点？那你觉得你来英国留学，你觉得那个教育水平或者教育质量有比马来西亚好吗？比马来西亚好，或者有高吗？就你觉得？我不敢这样子讲。OK， 首先先讲，我当初来英国就不是冲着他的教育水平来，我要很 honest 的讲这个东西，因为读书跟学习这个东西本来就不是我的人生的所有，所以 this is just how I'm like。所以我那时候选学校的宗旨就是性价比高。所以你觉得有高吧？蛮高的，因为我选的那一间他有给我 scholarship。Okay。So it's like a £2,500 off per year, which is a lot for 外国的留学生，我觉得，因为这边的学费真的超级无敌贵。2,500，我们乘一下土马币，大概给大家有一个，现在应该是乘5吧，就大概是15千啊，14，yeah，对，差不多。就是10多千。I shouldn't say I'm from 金算 man. My math sucks. It's fine. We only have 2 brain cells left. 1 brain cell, 2 brain cell. Yeah，所以那时候是冲着性价比高来。可是我觉得普遍来讲，我不能断定马来西亚或者英国比较好。可是我能讲的是，学习的方式肯定是有差。我觉得在马来西亚是很 exam based 的，填鸭式教育。Yeah，it's more like your only goal as a student is to score well in exams. Is to get it over, get the highest mark you can, do all the past year paper, and that's it. Like
Yeah. I mean 我不能否认有一部分人是真正的有学习的，可是 generally speaking 或者是我第一年的时候，这是我看到的一个情景。I guess that really relates to 我们 Malaysia 的 education system because we've been taught this way since like what primary school, you know? Even kindergarten. 对 like 我们的 moral 都是考出来的。那所以你没有 moral. Not me, all the other people. Oops. All the A plus people. Oops. Who are you No, but trying to anyways. hint? Anyways, yeah, 所以可是在英国，他真的比较注重学习，而且他注重你自己主动思考，就不会是老师跟你讲什么，你觉得是什么，而且是老师跟你讲这东西，他会丢一个问题，很多时候他就是会丢一个问题，你自己做你的 research，and 很多 group discussion 讨论，对，还有presentation， 很多这种这样子的形式。可是 obviously not to say that 他的考试不难或者不重要，对 I think it's equally the same， 可是学习方式不一样。And then 可能 for some people I would say 在英国念书一定是 fully English and that's really different from language Malaysia. Also, 你跟你的同学还是什么I mean I doubt that most Malaysian will struggle, but then 如果你是可能接受很fully 华文教育的，好像我有一些在一些中国的朋友 they really struggle to understand in class. So that's 可是我觉得 generally Malaysian 都不会有太大问题，但是想要就英文会进步这一点绝对是出国，至少来英国留学，我发现对我来讲非常大的一个好处。Because it's the common language of all your classmates, regardless of nationality, and your lecturers, so you're forced to use English. Yeah, be fluent in English. 不可以参因为没有人会听得懂你在讲什么。and 我们现在两个也是在这里工作，所以我们的 day to day basis 都是 fully 讲英文的。对，所以我觉得对我的 part 来讲，我不能讲他的教育水平跟质量有没有更好，可是我能 guarantee 的是 if you graduate from UK, you have more opportunities worldwide. Especially if you're from big uni. The big names like LSE, you know, or like UCL. Yeah, then 你去到哪里都是，它就是你的脸上就贴了金嘛，这是无可否认的东西。这个是非常现实的东西。Yeah. So in that case, I guess yes. Okay. How about your experience then? 就是 from 我们两个比较不同的 uni 的 experience 来讲，对于我的 uni 来讲，我觉得是有差别的。UK campus 跟 Malaysia campus 的教育质量对我来讲差别很大，尤其是我的 pharmacy course。因为毕竟 course designer 都是 UK campus 来的，and then 好像我们刚刚讲的 A level、O level、IGCSE 都是英国的英国 education system，yeah。所以怎样来讲，我觉得这里的老师他们懂需要教给学生的是什么，所以就有一定的 quality 跟 standard 对，所以我觉得 not 100% 都我觉得对于我的 uni 来讲是差别，可是我觉得这个还是很 uni dependent。对，但是如果 big name UCL、LSE 这些，我相信肯定不一样，肯定。But again， 你看一间学校好不好，有很多不一样的 metrics，right？ 对，有些人是注重他的名字好不好，有些人是 quality，research，and then 有些人是 learning experience， 所以有很多的 rating。我觉得 don't just look at big names sometimes. Yeah, and also depend on the course as well. 看你的 course 是多 hands on 的，还是多 lecture 的 theory 的 ，make a lot of difference. Yeah, so facilities and there's a lot of things. Facilities as well. And 如果你是那种很注重课外活动的，你也是需要看来他们的课外活动到底有没有很好，你可以学习到什么 other than your course. 这也是蛮重要的。这样 for 你的 course， 我记得那时候你有讲过来，你在这边的 pharmacy course 跟你所知道在 Malaysia 的 pharmacy course 有蛮大的不同，是吗 ？In terms of practical work。对，因为这个就第一点，也就是 pharmacy 在 Malaysia 跟在 UK 的一个 profession， 其实他们做的东西也是有蛮大的差别的。所以在 UK 他们比较注重 pharmacy 这个职业，比起在 Malaysia， 所以他们会得到更多的关注跟那个。importance in 整个 healthcare system 里面是更被关注跟，所以他们相对来讲，他们给的教育的质量也会更高。
然后我们接触到的医疗方面的知识，我觉得相对来讲会比马来西亚接触到的更多。I think because you are required more and more parts in the healthcare We're system. more required, more needed. Yeah, so you need more professional knowledge, Yeah. obviously. Yeah, which I assume is quite different from Yeah. Malaysia. Or 暂时我觉得 Malaysia 的程度还不能赶上这个，还是有一段距离吧。对，所以对你的 course specific 来讲，你觉得对真的是有对对对，真的是差很远。I think I agree with that too from what I see. 可是很多朋友也是，我有一些朋友是在 Malaysia 读 pharmacy course. And although I can't deny that Malaysia 有在进步，对对对对，我觉得有进步。可是还是真的有一段蛮大的差别。So I guess for 教育水平，我觉得很看你要求的东西是什么，你的 budget， 你注重的东西是什么，你的 cost 是什么。So， 而且我们现在讲到的例子只是在 UK， 还是在美国，还是在 Australia， 还是新加坡，还是甚至是其他亚洲国家，他们有的强项都不一样。所以这个真的是看你读的 course， 还有你喜欢、你想要向往的东西是什么。I think 总结来讲就是你想要达到的高度是怎样。对，因为我觉得万事都有可能，所以不代表说你在马来西亚读书就没有这种可能性。So that's just from 我们的experience。所以我觉得刚刚我们还是有很尽力的帮你们撇除一些滤镜，一些对出国留学，尤其是英国留学有的滤镜，就是把它去掉一些，给你们看最真实的情况是怎样。可是虽然刚刚有一点很多 neutral or slightly negative 的 stand，but then 我觉得我们可以来讲一下what was the best thing that happened after like 你来英国留学。就是我觉得它真的是这个是一个不是很传统，一个很 cliche 的说法 ，you see the world。可是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可以开阔我的眼界或者我们的眼界，就是看到世界不一样的角落，或者甚至是你认识的人，他们的背景，为什么他们可能更自由，或者是为什么他们更有想法，他们的想法，这些都是我觉得非常值得学习的地方。And I think I enjoy knowing people and learning where they come from. 所以我觉得这个 I feel like it gives you a lot of different new perspectives in life. And 我觉得这个是在马来西亚我绝对不会有想象过我会经历的东西，因为我们就活在一个至少我是活在很局限在父母的期待、父母的期望、父母的设限。可是就你只有一种方式看很多的事情。可是当你跳脱那个情况，你看到世界上其实还有更多不一样的可能性，你就会开始探讨，其实我不一定要这样子过。There's not only one way. 对，所以我觉得这让我觉得很珍惜这个经验，因为不是每一个人都有这个能力，这个 witness， 对这个 privilege， 对 privilege is，I think is the right word。因为我以前会觉得说，为什么西方I mean mainly 英国人，为什么他们可以那么的自由？好像尤其是一些英国的学生，或者是 I mean 包括 people from the EU， 为什么他们可以读完第一年，他们不喜欢这个 course 就可以转 course？ 非常非常多这样子的一个情况，我有时真的是会怀疑，真的可以那么自由吗？为什么我没有这个勇气？然后我就会觉得很向往跟很崇拜他们这种勇气。可是过后，有一个朋友他就跟我说 ，Yes it is like admirable that 他们有这个勇气。可是你有没有想过，这个是因为他们念书是借 loan 政府的 loan，so 他们只需要对他们自己负责，他们是不需要对他们父母负责的。对，相对来说，我们是父母给的学费，对父母给的学费，你不管你怎么的不喜欢，怎么的叛逆，你都懂，你有这个责任 ，you owe it to your parents. You chose it, you just have to suck it. Yeah, and obviously you can't have this kind of, you know, 任性。对，所以我觉得 you see from this point, I mean what I'm trying to say is like you get a new perspective, and at the same time you try 我去思考的时候，我就懂，底层的原因是这样子 ，and this is why I can't do it。所以就有很多这样子类似的情况 ，and yeah, different countries, people from different countries， 他们的 family， 我会有时会吓到来，为什么西方的一些同学比我更保守？
Yeah, so it's just things like that I agree with what you say. You really see things very differently. It's not just what you grow up knowing. Yeah. 我觉得 for 我应该感激的东西，我觉得来英国真的是让我 be myself. I know it also sounds very cliche, but I feel like UK is so far away from Malaysia that it gave me a space to just be myself, and it gave me the time to think about 如果我是我自己，我不是任何的角色，就是我不是女儿，我不是姐姐，我不是朋友，我不是一个人的伴侣，只是我自己，我想要变成一个怎样的人，他真的给我发挥到不一定能发挥的出来，我是说他给我这个 time and space to really think about what I want when I don't need to meet anyone's expectations。所以我觉得这是英国给我最大的礼物。我就可以讲一个 story。So basically 我在 final year 的时候，我就join frisbee team。which is something that 我觉得如果我在 Malaysia uni 是不会做这件事情的，因为我觉得你在一个舒适圈，然后你觉得，然后Malaysian 可能不是那么的 accepting， yeah， 可能他们就会有一种你应该是 the best person， 你才来 join 我们，and then 就是很怕丢脸，很怕人家怎样想我，你懂吗？我们太爱面子啊！对，我很爱面子，而且在 uni 就是 people know each other，you know how big is KL，you know，but 我来英国的时候，那时候我就觉得哇，我第一次去的时候我是非常的紧张，因为虽然我会玩，可是就不会是你觉得最好的那个。But they are very encouraging. That's one thing. And second thing, I realized like they don't care. I mean, you can take it negatively or positively, but they really don't care. Like they just want to have fun and yeah, they don't frisbee. remember whether you're bad. Like you know, nobody cares. And 那件事情，那个 opportunity really made me like go all out and really just have fun and not care about how people think. So 我觉得 this is just one of the many examples I have in the UK where I really just get to do whatever I want, try things out. Long story short， 那个重点就是，其实出国留学或者来英国念书不会让人生圆满，不会，对，它就是一个 addition， 就是一个添加吧。like 我觉得就算没有出国留学，也不会让我的人生有缺陷。可是这个就是我 another way of living，就是 another way of I think 我们不能 live the same life twice. Yeah, exactly. So 我们也不能跟你讲说，oh, this is definitely the right choice and 留在 Malaysia 是一个 wrong choice as per se. But I guess 如果你很幸运，好像我们这样子很幸运的有这个机会就是 make the best out of it, right? 可是不一定出国留学才是最好的大学生活。Yeah, please 不要听任何人讲，他们讲哦，这一辈子一定要出国留学。我完全不同意这个东西。So hopefully you can get something out of today's sharing episode of podcast. Yeah, and 我们下次会分享更多我们在英国的点点滴滴。对。So stay tuned. Bye. 你要3个1吗3个1怎么 ？Bye. 因为你上次讲要3个1。OK，3、2、1。Bye. Bye.